哎，小舅，你带我去哪儿啊？这是？我带你去一家咖啡厅，环境不错，你心情肯定会好一些。还是你对我好。哎，你说我爸要是能像你这么在乎我，多好。他呀，太自以为是。天底下的事情没有他不能掺和的。他经常在思源面前说我坏话，挑拨我跟他之间的关系。你说他有这个心思，他对你好点不就完了吗？你才是他的亲闺女呢。谁说不是呢？真是，哎，他居然还想在思源的婚礼上，取代你的位置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还不知道啊？我爸没把最高指示传达给你啊。姐夫，你其实太甚了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？我做出什么事儿了？行了，你别装了，那鸿雁都告诉我了，你想在思源的那个婚礼上牵思源的手，太不要脸了。你要取代我做父亲的位置啊！你现在想起来你是父亲了啊？你偷思源钱的时候，你没想起来是父亲？那印象退了没有？把钱拿回来没有？这是二码事儿。什么二码事儿？什么呀，结结巴巴的啊！一个两都说不出来，二码事儿。那你也不能取代我做父亲的位置啊！不想让我取代是吧？啊，那思源结婚的钱你花呀，我也省事儿了。给我关了干什么呀你啊？姐夫，咱商量一下行不行？你看，你已经有了国强，又有了鸿雁，我就这么一个思源，你还要取代了我的位置，你让我怎么做人呢？嫌丢人了是不是？啊，想风光风光是不是啊？啊，想风光不要紧啊，你把思源婚礼这钱你出了，你就风光了，那我就不跟你抢了，行不行？姐夫，你知道我没有这个钱。没有钱你跟我抢什么呀你？啊，你还不出钱你还想风光？啊，我出钱你风光啊？凭什么？还我不要脸？你才不要脸呢你！我这种秀才，碰上你这种兵，有理都说不清楚。我找我姐去。你找谁也没用，还秀才一等于。我天天把自己说成秀才，完了还偷钱，还不要脸！说我不要脸，找你姐，找你妈都没用。我跟你说，姐，你不是也说我穿那个燕尾服很帅，跟思源特别搭配？那姐夫还干嘛这样啊？你说这鸿雁真的会添乱啊！原来你放心，那个你姐夫已经答应我了，说他不会取代你的。那干嘛还要我推那个音响呢？行了，那个这事儿我来帮你想办法，你去忙你的吧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哈。老俊，老伴儿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啊，你别替叶兰说话了啊！我都答应你了，思源结婚那天啊，我不取代他的位置，但是他得把音响退回来，这不过分吧？哎呀，你说你急什么呀？我又不是替叶兰来说话，我是来告诉你一声，那个中午我不在家吃饭了。饭都快好了，我跟人约好了，你一个人吃啊？慢点走，老伴儿啊。知道。
真是美！王八蛋，妈的，气死我了！你不得吃屎呢？谁呀？哎，来了来了！妈，就您一人啊？干嘛？不欢迎我啊？哎呀，不是，你吃根香蕉，我不吃。那你喝点水吧啊。红艳，啊，那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啊？妈，我不跟我舅说，他早晚也得知道啊。行了，不说这事儿了，这事儿过去了。哎，但是你得管住你这张嘴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得想清楚了。妈，我就是觉得我该说，我才说的。还有啊，那个对广生的态度，你得好一点儿，得温柔一点儿。男人都是长不大的孩子，女人得学会哄着他。还有，别整天素面朝天的，穿得邋里邋遢的，女人得有点女人的样子吧。妈，你这一天到晚说我不是女人，哎，我怎么就不是女人了？我是你生的，你不知道我是男是女啊？我哄他，他比我大那么多，要哄也得他哄我呀。哎，咱们家，我爸都哄你哄了一辈子了。你自己那个邋遢样，你说哪个男人愿意哄你啊？你要让男人哄你，你是不是自己得有点女人的样子啊？我这不是在家吗？你说我穿这不好干活吗？我自己穿成那样干什么呀？我出门我也捯饬，对不对？不，你为什么要出门才捯饬啊？在家也得捯饬啊。女人自己得记住了，每天每时每刻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你捯饬是为了给广生看，你不是给别人看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妈，我说呢，哎，长这么大，我天天看见你都这么整整齐齐的，从来就没见过你素面朝天。你原来是为了哄我爸啊？哄王广生让他做梦吧，我恨不得我扒了他的皮。这王广生啊，他但凡就赶上我爸一大脚趾头，我也愿意为他捯饬捯饬。就他现在这德行。哄他，我美的他我。我真是对牛弹琴。国强，哎呦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呀，或者我干脆回家都行啊。什么事儿？来来坐，来杯温水啊。怎么了？我有事儿求你啊。哎呦，你跟儿子还说什么求啊？来来来，先喝水。谢谢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我舅他不愿意我爸在婚礼上替他？我跟您说，我爸的工作我可做不了。这事儿解决了。哦。关键是你爸爸要面子，他说要让你舅舅把这音像退了，他才答应在婚礼上面不闹事儿。
你舅舅呢？他说那卖家出国了，没法退。这不挺简单的事儿吗？那么便宜买的，随便卖给谁不行啊？还非得退给本家啊？他亏你还是他的外甥，这些东西是他的命。是啊，哎妈，不是我说你，我就这人就是让你给惯的。哎呦，哦，我知道，我今天找错人了，对吧？没有，妈，没错，您找儿子来了，还能找错吗？说吧，怎么帮？是上刀山呢，还是下火海啊？随便。你这样啊，你假装找人把这个音响买下，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。完了，你听啊，过一阵子，等你爸爸这劲儿过去了，不关注这事儿了，再把这音响还给你舅舅。妈，我说我爸那智商啊，他这辈子都甭想斗过您。这点我随您。哎呀，还有我舅啊，他怎么就有你这么个好姐姐啊？他上辈子干什么好事修来的福啊？哎呀。哎呀，老伴儿啊，你看我这穿这身行吗？我呀，挺好的，你穿的。嗯，你干嘛呀？你放松。你真是的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平时吧，你穿的太随意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你猛的一下你接受不了，你习惯一下就好了啊，适应一下。不是老伴儿，我这觉着这领带系的我勒得慌，哎呀，我上不来气儿，我这穿这不合适，我这。你不会是因为没有如愿，你赌气，你闹情绪吧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赌什么气？我跟谁闹情绪？我都答应你了，我赌气，我是冲着这叶兰、于慧，我不会和思源赌气。你这，那我放心了。老倔，今天是思源的大喜日子，那是个正式场合，你必须得穿的正式，好吗？那是，不是老伴儿啊？我真是觉着这不合适，我穿着这真是累的。一会儿习惯一下就好了。哎，你上次不给我买了一唐装吗？你说这唐装穿着喜庆啊，这婚礼正好是喜庆事儿，我就穿那唐装得了。我穿着真是别扭，我这勒得慌，我真勒得慌，我这。行，换唐装。哎，好，嘿，我穿那个舒服。哎呦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伴娘要化妆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伴娘赶着化妆呢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欢欢，你知道你多少天没回家了吗？妈，今天我是小姨的伴娘，我还没化妆呢，你不要在这儿耽误我时间好吗？今晚我就回去啊。小姨真是瞎了眼了，让你当伴娘。伴郎到了吗？是高富帅还是矮小伙？你迟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不能怪我，刚刚我妈在那儿拉着我半天呢。哎，咱们可是说好的，要是高富帅呢，你上留给我作为当伴娘的报酬哦。伴郎陈明俊，郊区农村一纯正农民屌丝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那个欢欢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最好的哥们儿陈明俊。他刚才开玩笑，他不是屌丝，他是我的上司，后厨副理。哦，还是领导啊？领导纠正一下，是前领导，毕业已经离职了。什么鄙人？哈，臭拽什么呀？我鉴定完毕，你不合我的胃口，小姨你还是拿别的犒赏伴娘吧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闹了啊！明俊，欢欢还小，太淘气了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没事儿，我觉得你还挺合我意的，怎么样？
留个联系方式吧。对不起，没有这个必要。我呢是有男朋友的人了，现在能入我法眼的男人吧，也就是逢场作戏，更何况你还没有这个资格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这个资格？你不是还没结婚吗？没结婚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再怎么可能也轮不到你。我跟你说啊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小姨，我觉得你今天行了，大千世界都出来了，弄得我都想结婚了，欢欢，羡慕死我。欢欢，还有外边那海报啊，哎呦，看着我羡慕死了，超漂亮。行了行了，你过来，我问你，什么时候找的男朋友啊？现在不应该八卦我，应该祝福你。行了啊，差不多得了。建军，刚才那个女孩是思源的外甥女儿。啊，是，她是思源表姐家的孩子，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虽然差着辈分，但是跟姐们一样。她有男朋友？什么意思？我刚才见她第一眼，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完了，我肯定栽这个小丫头片在手上。一见钟情啊？一见钟情。你算了吧，你都一见钟情多少回了，你跟我在这装。我这次是认真的啊，看你愿不愿意帮忙了。真认真了？真认真。那你是想管我叫小姨夫？只要你愿意帮忙，我就叫你小姨夫。帮，必须帮。但是我可跟你说好了啊，人家现在还是大学生呢，你可不敢胡来，要不然思源那边我没法交代。你放心，我这次是动真心的，我肯定认真。哎呦，表情严肃的，再叫一声小姨夫。小姨夫，没，当你的新郎去吧。走啊。你也坐啊？哎，师傅。爸，快看，今儿这人多帅！就是啊。你看我干嘛？你不觉得我就帅啊？哎，爸，你后悔了吧？要不然今天主角应该是你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啊！苏国强，你没大没小的啊！快说话呀！你干嘛呀？马上要开始了，你坐这儿。我出去透透气儿，这闷得。哎，你一天不惹事你难受是吗？这一会儿不惹都难受。怎么了？太帅了！这位先生你好，我是这场婚礼的司仪。哦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跟你说一下台上的事儿好吗？我先过去，方便吗？姐，我先过去。看着点脚底下。待会儿啊，咱们新郎新娘就从这后。人家这婚礼搞得真场面呐！我听说了，这新娘的父母是大款，而且又是嫁姑娘，肯定弄得排场些。哎，不对吧？那我听说这婚礼是男方办的呀？别瞎说，这明明是女方办的。你看见里面那个穿燕尾服的吗？啊，那就是新娘她爸。你看那气质，你看那风度，整个一高大上。你看那形象，比我都帅，肯定有钱。待会儿致辞的时候就站在这儿。哎，孙大爷，孙大爷，你是？就是那个滋儿倒哎。那天我骑电动车把您给撞了，您不光没讹我，还帮我把车修好了。那个小伙子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啊，想起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服务员，这儿的。哦。哎，对，大爷，上次您帮我把车修好之后，我还没感谢您呢。你要谢我？10分想。那我给你个机会。好，您说，您说。看着那个穿燕尾服的那个。坐在这儿。一会儿进来，对，想办法把他拽住了，拖他5分钟。好啊，等婚礼开始5分钟之后，你再把他放开，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这孩子要结婚呐，这亲爹要上台，这后爸必须下位。这道理我懂，这道理我懂，大爷。乱七八糟的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您放心吧，大爷，您就瞧好吧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！欢迎各位参加何建军先生和叶思源女士的结婚庆典。我们的庆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坐，请坐啊！希望大家赶快落座。
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你怎么大家怎么回事？这是中午好。有两招今天是一对新人将一生一世携手，在这爱的老爷里，哎，许下爱的心愿。我爸呢？此时此刻，别管他，走我们正在幸福之门静静等一下等待，等待您的祝福，等待您的掌声。你要干什么你？一会儿就好，一会儿就好。婚礼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。哎，再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新娘和她的父亲隆重登场。舅舅呢？在婚礼进行曲的伴奏下，新娘和她的父亲正在缓缓地向我们走来。那是我女儿，你让我领她上台，你。请问您是？我是他姑父。建军啊，今天我就把思源交给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合法夫妻了。既然是夫妻，就要好好过日子。思源这孩子从小到大不容易，你一定要疼他。知道了，姑父。结了婚之后呢，好好过日子，不许打架，不许红脸儿。遇到不愉快的事情，从你眼仁里都能看见新娘磕磕绊绊的事情，还有你爸。今天，那姑父就把他交给你了，我祝福你们。你咋坐这儿了呢？是真逗。我女儿今天结婚，我不坐这儿，我坐哪儿？我还没问你呢。哎，刚才你干嘛上去啊？叶兰呢？叶兰比你懂事，她知道自己没为孩子做什么事儿，人家给我让位了。她不像你，你想想，当初思源要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去找你商量，你这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跟我们吵了一通。现在我这什么都置办齐了，你来撑现成的，你好意思吗？好了，我女儿今天结婚，我不想跟你吵。你不是不想跟我吵，你跟我吵你也没有道理，所以今天你不配坐在这儿。我不是叶兰，少跟我来这一套。今儿我坐定了。你饿了？大伙儿没吃呢，你就先吃，不好。新娘叶思源女士上前一步。是，我不是叶兰，那咱俩坐这儿也不合适啊。万一人家看见了，以为咱是两口子。就你。不过也没事儿，反正我跟叶兰也不是一两口子了。你要觉得不合适，你不坐这儿。凭啥不坐这儿？让我们的新娘和新郎交换结婚戒指。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一起见证新郎新娘这美好的时刻。好，新郎新娘可交杯酒。哎呀，跟你爸他们打个招呼。我们一起要打招呼，掌声祝贺，祝愿我们的新郎新娘花好月圆，地久天长。如果说爱情是初春的小雨，一会儿，那么婚姻你带钱了没有？雨后灿烂的阳光。干嘛？一会儿这婚礼完了，还得3叩9拜，孩子们进场，得有改口费，明白吗？就是你得准备个红包。亲家，你们准备红包了吧？啊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你看看，我没瞎扯吧？啊？孩子3叩9拜之后，然后要敬茶，你得把这钱拿出来给孩子。一般
按这个习俗都是9990或者是10001块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天长地久，万里挑一。你看我没瞎说吧？啊，你呢？你要是准备钱了呢，到时候你给喊拿着。我是跟你都说实话，你要没准备，那你赶快拿去。你要好意思呢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各位来宾，接下来我们有请2位新人的双方家长致婚礼贺词。这位置用不用给你留着？好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男方家长上台讲话。首先，感谢各位嘉宾的光临，感谢我儿媳的父母培养出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儿。在这里，我还要跟我儿子说2句。建军，从今天起，你要担负起一个家庭的责任，好好的呵护你的妻子。希望你们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互相包容，用你们的勤劳和智慧，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。祝你们幸福！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请坐。下面有请女方家长。我纠正一下庆姐刚才说的一句话啊，思源有今天这么优秀，跟他父母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孩子很小的时候，他父母就离婚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直都是我和我的老伴儿把他给带大的，他父母根本就没有管过他。这孩子也就2岁多，他妈妈跟着一个男人跑了，10几年都没回来看过他。这孩子结婚之前啊，他妈给他买了个结婚礼物，什么东西呢 ？MP4，那才多点钱呢，这多丢人呐！这么年轻他爸把思源攒的这个结婚钱给要去了，拿去买音响了。这孩子委屈啊，这孩子不容易。我知道这事儿在这儿说啊，他丢人，他丢人呢，我也得说。哎，我为什么说呢？我是说给建军听的。我想让建军啊，好好的带我这侄女，哎，要好好的带她。你们要好好的过日子，你们结婚了，这幸福的日子就来了。还有，我呀也拜托一下庆姐，拿我这侄女儿当你们亲生女儿看，一定，一定，让这孩子能够享受到父爱和母爱。啊，你说我说对不对啊，建军？姑父，我在这儿向所有在场的亲友做一个承诺，我何建军这一辈子都会好好对思源的。我跟思源2个人，我们会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。好，下面我宣布何建军先生、叶思源女士正式结为夫妻，请全体起立，为他们共同欢呼。接下来有请2位新人向在座的各位来宾深深地鞠上一躬，同时感谢各位亲友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这个婚礼。你觉得这次你妈能饶了你吧？不好说，悬。爸，您看什么呢？我妈怎么没反应啊？哎，现在知道犯错了，现在知道害怕了。当时的情况你不知道，我是被逼无奈。
反正我妈大庭广众之下我不会怎么样，回了家会怎么着我可不知道啊。姑父姑父，谢谢你了，给我办了这么隆重的婚礼。谢什么？这都是我跟你姑姑应该做的。你们先走吧。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我们先走。那咱们，我们也回去吧。啊。哎，先走了啊。路上小心点啊。不是你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饭也不让我吃完了，问你怎么回事你也不说，这是大婚礼的，你这闹什么呢？你赶紧弄点吃的，我饿了。王广生啊，王广生，你长没长心啊你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吃饭？这中午了吗？怎么不能吃饭啊？哎，你看着我爸给思源和建军办了一个这么大的婚礼，这么感人和这么隆重，你心里不难受啊？当时他们接我手的时候，我还真挺感动的，我都快哭了。说你是二师兄，真是一点都不假，你比猪还笨呢你！我怎么了你了又？我告诉你，思源和建军这次结婚，从结婚用品到婚礼上上下下，全是我爸一个人掏的钱。师傅真好，要我叫他师傅。哎，你不觉得咱爸对思源和建军比对咱俩都好吗？我还是他亲闺女呢，你还是他口口声声说最喜欢的大徒弟呢。切，我看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咱们俩。哎，你这，哎呀，本来就是，你想想，咱俩办婚礼的时候，好嘛，就领证那天谁都没通知，自己家里吃了顿饭，还是便饭，啊，然后到厂子里发了发糖，那也算呐？凭什么呀？那个年代跟现在不能这么比，知道吗？那现在呢？现在我可以补办。哼，我刚才在回来路上我都想了，怎么办？形势是什么样的，我都想好了。哎，我说，来，姑奶奶，快，哎，咱们先走吧。这婚礼咱饭也没吃完，偷偷溜出来。你师傅一回来跟你急，快，干嘛啊？干嘛呀？你还正好提醒我了，咱俩就这么坐着，哎，踏踏实实的等他们回来，我到底要和他们当面理论理论。不是我说，干什么呀？我给你削个苹果。你说你这么作，哎，倩倩，你觉得今天思源的婚礼办得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太感人了。尤其是咱爸的发言啊，那简直是感人至深啊。那是，我爸是什么人？哎，爸，你还真是平时不出手，出手必伤人呐。别油腔滑调，你好好开车。对了，爸，我姐跟我姐夫怎么回事？吃饭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他们？哎呀，他们两个没一个懂事儿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说这思源婚礼这么大的事儿，招呼都不打就走了。你看回去我收拾他。哎，老伴儿，他们两个不会吵起来吧？他们两个要是真的能吵起来，那倒好了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国强，你也真是，你不把车开进来，你真是，你妈还得走。我们这儿有时候车多。哎呦，这门咋还开着呢？哎呀，哎，师傅，
我说广生啊，这婚礼还没结束呢，你们俩人就走了，这像话吗？啊，爸，我说鸿雁，你这耍的哪一出啊？这是太不像话了！姐夫，亏我叫你姐夫叫了这么多年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唯一的女儿结婚，还非要把我的位置给抢了。喂，你要是早这样打定主意这样也行，可怎么就来一个突然袭击呢？你们看，这我1个月前我就准备好了，我早都把台词都背好了，就为了今天表现好一点。我说叶兰呐，我开始啊是准备放弃的。可是后来当时那情况呢，我就上去了。行了，你别解释了，姐啊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啊，你不说已经搞定姐夫了吗？怎么就突然闹出这么一出来了啊？还夸过我，说我义务准的。我以前是觉得你姐夫这想法有点过分，但是从今天的结果上看啊，我觉得他比你更合适坐在父亲的这个位置上。你姐夫在婚礼上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的，他用不着像你那样背1个月的台词，你能做得到吗？你上去以后，你也最多只能摆几个 pose。你说你有什么发自内心的话要跟思源和建军说的？行，我看出来，你跟他是一伙的。老伴儿，舅，老伴儿，哎，爸，妈，我也有事儿跟你们说。简直是胡闹！我说广生啊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啊？我不同意，我这劝他一下午了，他不答应。王广生，你可别跟我两面三刀的啊！哎，宋红艳，你不能当着师傅这么说啊！你老实说，你当着师傅说，我刚才在这儿，是不是就坐这儿劝你？我劝没劝你？谁劝也不好使。爸，我决定了，我要补办一个婚礼，我要补办一个跟思源一模一样隆重的婚礼。你都多大岁数啊？欢欢都上大学了，你补什么婚礼啊？你不怕人笑话你啊？就是还有好结婚的。闭嘴！谁爱笑话谁笑话，笑话又不少块肉，怎么了？我自己的事儿定了，我就要补办婚礼。你要接你接，我不接。姐，行了，你别想一出是一出的了。你现在这样，你再结婚的，人家都以为是2婚呢。告诉你啊，孙国强，这没你什么事儿，你别给我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感情你和倩倩是办过婚礼了，你替你姐我想过吗？我就把我自己嫁给这么一货了，我孩子都上大学了啊，我都没办过一个婚礼。那你能怨谁啊？那不怨你自己吗？是，我那个时候是大肚子了，怎么了？我现在恢复了呀，我可以补。什么呀？行了，少。我说。爸，我想清楚了。我刚才坐这儿，我就一直想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年就这个王八蛋一直这么欺负我吗？啊，就是因为你没有这样郑重其事地握住我的手。行了，你拉我手干什么？没有把我拿，没有把我的手这样放在他手上，让他当众宣誓，让他宣誓对我好。爸，你听见了吧？我没跟你撒谎吧？他就这样一天到晚叫我王八蛋，不管当着谁他都叫我王八蛋。凭什么我姓王就叫王八蛋啊？你不姓王，你也是王八蛋。不是你总叫他王八蛋干什么呢？他就是王八蛋。
谁王八蛋啊？我不是王八蛋。你是，你就是我不是王八蛋。他天天我不是王八蛋。他天天在外面勾三搭四的，他招花惹草的。谁呀？你。我不是。爸，他现在看见老母猪，他都快走不动道了。我说红艳呐，你是不是精神病犯了？你这你也不能骂他王八蛋呐！你这干什么呢？你这是啊？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？妈的，叫我王八蛋！能不能不胡闹啊？妈，我没胡闹，我是真心的，妈。我想穿婚纱，我想要一个隆重的婚礼，怎么了？爸，我是认真的，怎么了这是？你们就是不能理解我的心情是吧？我问你，我是不是你亲生的闺女啊？在你心里头，难道我还不如你侄女儿吗？姐，我支持你。我觉得我姐真的挺可怜的。你说一个女人一辈子没穿过婚纱，没办过婚礼，这是最大的遗憾。所以我觉得给我姐补办一个不过分啊。哎，你们听听，连倩倩都能理解，你们就不能明白我的心情吗？姐，你要补办的话吧，咱俩一块儿。我也要补办，因为我没有穿过婚纱。爸，你说呢？记得那天遇见你，屏住了呼吸，转身之后不见你，丢失了自己。每天盼望看你的眼，魂牵梦系我的发，爱情让我忘记了距离，抛弃繁华奔向你，丢掉自由放弃潇洒，走进只有你的城堡，挽起长发学会了装傻，只为牵手我们一起慢慢变老。请你和我在一起，让我对你有所牵挂，亲吻悄悄，愉悦尴尬，摸索幸福的方向。请你和我在一起，让我深夜不再害怕，哪怕风霜雨露都写入我们的年华。每天盼望看你的眼，魂牵梦系我的发，爱情让我忘记了距离，抛弃繁华奔向你，丢掉自由放弃潇洒，走进只有你的城堡，挽起长发学会了装傻，只为牵手我们一起慢慢变老。请你和我在一起，让我对你有所牵挂，亲吻悄悄，愉悦尴尬，摸索幸福的方向。